我疑惑地看着手里的头发，这个颜色显然不是我和闺蜜的，难道我不在家这段时间有别人来过？我随即找到了隔壁的闺蜜。娜娜，最近有朋友来家里吗？没有呀，你旅游这段时间我就自己在家。啊，那这些头发是哪儿来的？闺蜜看着我手上的头发，表情变得复杂。这可能是我那顶假发上的吧。说着她就慌张地把头发扔进了垃圾桶。娜娜明显在撒谎，我知道她从来没戴过什么假发，很明显她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但我今天实在太累了，又不想因为这点头发小题大做，索性我便没再继续追问，回房间很快就睡下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水流声吵醒，到了浴室我才发现竟然是下水道堵了，满地的污水还散发着阵阵恶臭。我一边清理一边准备打电话，可当娜娜知道我要叫人维修的时候，她却神色紧张地拦住了我。哎呀，我收拾就好了，不用麻烦别人了。说着她就把我直接推出了浴室。我虽然很想帮忙，可她好像根本就不想让我进去。一种不安的感觉油然而生，娜娜这也太反常了吧。我明明记得她洁癖很严重，又怎么会主动去收拾浴室的下水口？这时茶几上一张奇怪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照片上是一个女孩，但是她的脸已经被人恶意的涂抹掉了，而她头发的颜色就是黄色的，甚至长短也和下水道的头发很相似。难道你在看什么？娜娜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照片也落在桌子上。别乱动别人的东西。说着她一把抢过了照片，快步走进了卫生间。我被娜娜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愣怔在原地，她怎么会变得如此陌生？娜娜绝对有问题。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乱了我的思绪。是你家要通下水吗？门外站着一个维修工模样的男人，但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娜娜，是你喊的维修工吗？我接连喊了几声，可娜娜没有丝毫回应。门外的维修工一直在敲，我只好先将他请进来。然而当我打开卫生间的门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彻底傻眼。刚刚走进卫生间的娜娜竟然凭空消失了，只剩满地的污水在不停地翻涌。我失神地愣怔在原地。不可能啊，我明明亲眼看着娜娜走进了卫生间。我还来不及多想，维修工已经开始疏通起管道，可伴随他的动作，越来越多的头发涌了上来。难道下面真的有？这是那个女孩的衣服。一瞬间，似乎所有的事情都串联在了一起。娜娜去哪里了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在这时，身旁的维修工仿佛听懂了我的心声，手指轻轻点了点地上的衣服。你找娜娜，她不就在这儿吗？如果我没有那么重的好胜心，也许娜娜就不会发生意外。芊芊，我刚染的头发，快给我拍个照。娜娜，咱们去游泳吧，看看谁游得远。芊芊，我们已经离岸边太远了，快回去吧。你就是没我厉害，你看我还能游。芊芊，我被栗子……娜娜，你说什么？咱们回去吧。你们游那么远干什么？知不知道下水玩水是很危险的？你们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。娜娜，我不想游了，你回来呀！我希望你能勇敢起来，去面对这场意外，哪怕不是为了你自己去面对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姐姐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
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“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”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，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团不属于我的长发，开始我认为只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，随手清理后便没放在心上。然而今天新的头发又出现了，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没有室友，房间的门卡也只有我一人持有，难道有人在我不知情下进了我的房间？因为是公寓出租的旺季，公寓管理员李姐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，只剩下这间404房间，屋内的布局和宣传单上介绍的几乎没差，当即我就决定入住了下来。可没想到，我已经连续2天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头发了。我率先检查了门窗，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可是头发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。我去找了公寓前台小美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又和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直聊得很投机。但今天在她的话语中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公寓的管理员李姐有一张万能房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，她也可以打开我的房门。难道真的是李姐吗？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李姐神情慌张地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，她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在经过我的时候，她头发的香味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，和我浴室里的那团头发味道惊人的相似，这让我更加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，印象中我隔壁住的是一个年轻长发文艺男，生活中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才对，为什么李姐会从他房间出来？我心里纠结万分，想直接去质问下李姐，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好在隔天晚上浴室里并没有新的头发出现，我心事重重地整理着衣服，却意外地发现最喜欢的红色卫衣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但都没有找到。我有点疑惑，不确定是不是搬家的时候没把它带过来，还是说有人拿走了我的卫衣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又觉得是因为头发的事情害得我想多了。我觉得有些压抑，想着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将垃圾扔掉。然而就在我刚靠近垃圾桶时，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住在我隔壁的文艺男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我丢失的那件红色卫衣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难道是他进了我的房间？但我又想到昨晚李姐神色慌张地从他房间跑出来，还是说是他和李姐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我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，生怕惊动了他会惹来更大的祸端。路过前台时，小美看出我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忍不住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小美表示之前从没听过公寓里丢失过任何东西，但又出于担心，便表示晚上可以过来陪我。当晚我格外好眠，而我的房间内也没有再多出头发或者出现什么异常。直到第二天下班后，我忘记带房卡，突然想到小美之前跟我提过李姐那边有万能房卡，想了想，我便给李姐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李姐表示她现在不在，让我去找小美，她知道万能房卡在哪里。我瞬间愣怔在了原地，那为什么小美会说只有李姐有房卡？当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有个女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小谢，小谢，小谢。一种愧疚感迫使我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小美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手里拿着我丢失的衬衫，闷闷地开口道：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公寓管理员李姐，万能房卡一直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和小美都可以用它帮忘记带房卡的租客开门。
403的阿龙一直在疯狂追求我，可我已经有了家庭。那天去找阿龙也是想跟他摊牌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小西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听到吧。我是阿龙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，我很喜欢理解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那天去翻垃圾桶，是因为我的相机的储存卡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找到。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我自己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是小美，曾经我有个好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孤立我的时候，他也选择远离了我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下水道口的头发其实是理解的，不过是我故意放的。小西丢的那件衣服也是我拿走的，就是要让他自投罗网，100%相信我，然后我再将他推向深渊。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发现了。这是我第3次复活在这个末世里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男友的真面目。在核废水的影响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丧尸爆发了，就如同各种末日小说中的那样，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。但好在我和男友阿哲都活了下来，并且躲在了我们的出租屋内。4月20日，这次我醒来如同记忆中的一样，丧尸已经爆发了，而我们之前并没有储存过多的食物。我在日历的5月15日画上了一个记号，那天便是我被男友抛弃的日子。4月27日，时间过去了7天。这7天，我们每天都观察着外界的动向，与第一天相比，外面已经安静了许多，时不时有着一些丧尸呜咽的声音。我们紧闭着房门，拒绝了许多的求生者。阿哲从卫生间走了出来。兰兰，今天手机上有消息吗？因为丧尸的爆发，许多基站遭到了破坏，手机信号非常不稳定，哪怕是重生的，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什么时间段有信号。还没有？你怎么在厕所待了这么长时间？这几天男友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，记忆里他延长上厕所的时间，并且变得有些急躁，有些时候还会因为没有信号发狂。我来盯着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阿哲说着便让我回到房间睡觉。隐约间，我看到男友心虚地看了眼手机，他手机上好像有着什么秘密，可在过往的重生中我也调查过，但没发现什么。我重重地倒在床上，几次的重生已经让我彻底麻木，我现在只想保留更多的理智来面对未来。当我醒来，天已经黑了，为了不引起丧尸的注意，房间里一直都没有开灯。当我看向门口时，却发现男友正趴在门缝上观察着我。我惊恐地在床上立刻坐起，捏紧手中的被子。刚刚听房间里有声音，我就过来看看。看样子男友的异常提前了，在前几次的重生中，他这样提前也有发生过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接下来他会说：我觉得我们得收拾些东西，赶紧离开，在这里根本等不到救援。我小声地念叨着，我猜的果然没错，我答应了下来。4月29日，我们陆续收拾了一些物品，看着阿哲不停地确认着时间，眉头紧皱，越发焦躁。我也没放在心上，毕竟在他和我离开家门后，他会让我去引开一只戴着红色围巾的丧尸。起初我并不愿意与他分开，可他神情冰冷地盯着我。你不去，我们都得死。他的冷漠让我心神胆寒，我眼睁睁看着他朝着另外一条路与我背道而驰。直到我再次重生，我总结了经验，在离开他后，我会再跑回家里，虽然也不安全，但躲起来我会活得更久一些，好让我有时间思考接下去该怎么办。这次也和以往一样，我们又遇到了那只围着红围巾的丧尸，他神情冰冷地推搡着我，让我过去，而我也和之前一样，佯装着靠近那边的丧尸，随后便直接返回家里，而他也照常向着那个街道跑去。只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，我在回去的路上捡到了他的手机。锁上房门后，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。我苦涩地笑了，寂静的屋子里，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这种等待死亡、无路可走的感觉真不好受。5月2日，淡水已经消耗殆尽，食物也所剩不多。看样子，这次我还是凶多吉少了。男友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阿哲，收到消息请回复。你和小兰都安全吗？前2天十字路口的丧尸潮不知道被什么引走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。今天我们还在带着红围巾丧尸的地方集合，那个丧尸和我们的预想一样，完全不会攻击人类。由于阿哲的手机那天因为跌落导致屏幕损坏，没办法回复信息，我将信将疑，带上自制的护具和最后的物资，再次来到了小区门口，看到了熟悉的红色围巾丧尸。他不会攻击人类吗？之前由于太过害怕，我从没注意过这点，想到自己死了还会重生，我向着那名丧尸的位置跑了过去，果然他像没有看见我一样。你就是小兰吧？身后一道声音响起，一名留着胡子的中年男子低声询问我。走，我们先到避难所。没见到阿哲呢，说实话，我们能够得救真是多亏了阿哲。
早在之前他就通知我们会有丧尸爆发，他真是料事如神。听着他们闲谈的话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眶，我好像将一切都串了起来。原来重生的不只是我，原来阿哲把我推向那个红色围巾的丧尸，是因为那个丧尸根本就不会攻击人类。原来他去另一边是为了引开更多的丧尸潮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错怪他了。我看着车辆在马路上疾驰，丧尸密密麻麻地跟在车辆后面，庇护所就在我们的眼前。我将最后的食物放在车上，猛然地从车后座跳了出去。这不是第4次重生，而是最后一次。阿哲，我回来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与你一起逃出山天。如果你收到闺蜜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请千万不要挂断，也许她此刻正处在危险当中。那天我早早的下班回到家中，总感到有些心神不宁。手机铃声紧接着响起，我拿起电话才看到是闺蜜打来的，我抱着不安接了起来。小兰，你下没下电梯啊？我的充电宝好像落在你那里了，明天上班还要用，到了楼下你先别走，我马上下去拿。闺蜜的语气似乎有些着急，听上去好像是刚刚和我分开，有重要的东西落在了我这里。小丽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还不待我继续询问，闺蜜莫名其妙的话接着传来。小兰，你到楼下了呀？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去。电话那边紧接着传来了一声关门声。这么晚了，闺蜜要去哪里？她说的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？突然，电话因为信号不稳定中断了，不知为何我的心情也有些紧张起来。听闺蜜的情况，好像是她遇到了什么危险。我连忙拨通了她的电话，可电话却显示对方不在服务区。一时之间，我有些着急。闺蜜的家离我不远，大概就隔了一个街道。下楼后，我朝着他们的小区方向跑去。还没到达她的小区，我的电话铃再次响起。小兰，我跟你说，刚才真的要吓死我了。闺蜜一边大口喘着粗气，一边跟我说道。听着闺蜜快要哭出来的声音，我连声安抚她，慢慢说。刚刚我刚到家，我发现家里的鞋底有着一个大大的鞋印，一看就是男人穿的那种。而且我今天在进门的时候，手里的钥匙总是不停的滑落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是对不准锁眼。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奇怪，结果一回家就看到了鞋印。幸好你跑出来了，如果那个人还没走，可就危险了。听着闺蜜叙述她的经历，我不由得感觉后背一阵发凉。对啊，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心里就觉得怪怪的。闺蜜表示，在下班前就有种预感，不论是在公司等车，还是下车后回家的路上，总是感觉心悸，并且离家越近，这种感觉越强烈。我们一直通着电话找到了对方，我建议闺蜜直接报了警。在帽子叔叔的帮助下，我们确定有人进入过房间。后来在闺蜜与房东沟通的时候才知道，房东今日带着装煤气表的工人来到了家里。当时他敲门没人开门，他就自己带人进入了房间，想着很快安装好，这才没有通知闺蜜。幸好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乌龙事件，但闺蜜的直觉一直在提醒着她，也许有些我们的感受会比我们更早的预知危险。震惊惨案：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躲在柜子里，紧张的不敢喘气，因为我知道那只黑熊已经闯进我家了。桌上的物品纷纷掉落，沉重的踱步声在客厅响起。我知道那只黑熊正在找我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张叔发消息。张叔，现在黑熊在我家，千万别上来。信息发出去后，可一直没有等到张叔的回复，但黑熊咆哮的声音却让更多的业主听到。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门外的怪叫？好像真是什么动物的声音。我怎么没听到？你们怎么和503的业主一起跟大家开玩笑？我也听到了，确实有声音。见状，我赶忙回复，我没有骗你们，都锁好门窗，黑熊真的来了。此话一出，群里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密切地关注着我所在的单元楼。这时我在群里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张叔，因为张叔刚刚说要过来，但现在我发消息却没有人回复，大家众说纷纭，但都联系不上张叔。我正为此紧张时，客厅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。难道黑熊发现我了？我紧紧地捂着嘴巴，生怕自己喘息的声音被听到。柜子外突然传来了细小的吸气声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狗熊的鼻子可要比人类灵敏，就算我不发出声音，光凭味道它也会找到我。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，仿佛与我只有1门之隔。听声音，它应该是打开了冰箱，我暗自吁了一口气，还好冰箱里有半罐蜂蜜。柜门外又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金属声，好像什么东西掉了。紧接着那呼吸声再次贴近，而且指甲摩擦柜门的声音也渐渐响起。我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不敢面对柜子外的黑熊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楼道响起了欢快的脚步声，黑熊仿佛也注意到，吭哧吭哧地向外走去。是谁在门外？我紧张地掏出手机，翻看着群内的信息。明明所有人都回复了消息，不应该有人上楼啊！我扫了一眼时间，糟了，
现在是放学时间。走廊外果然响起了孩子哼歌的声音，是贝贝。601家的小丫头，每次放学遇见她的时候，都会兴高采烈地向我问好。黑熊也被这突然传来的声音所吸引，我知道如果我不出去救贝贝，他肯定会出事。我缓缓地推开柜门，露出一个缝隙，发现黑熊此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门外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501的房门是开着的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太危险了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的双腿一直在打颤，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屏住呼吸离开柜子，悄悄地躲在黑熊的身后。当贝贝出现在视线内的时候，我和黑熊都行动了，一起对着贝贝喊叫。孩子一瞬间被吓得呆在了原地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猛然冲过去抱住了他，借着向前的冲力，带着贝贝进入了501。黑熊显然是没有想到我的动作，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冲了过来。我连滚带爬地关上了房门，气喘吁吁地靠在门上。刚才实在太紧急了，我都没注意到自己的腿被刮掉了一大块皮。我安抚了一下贝贝，而门外又响起了撞门的声音，那只黑熊的力道越来越大。正感到绝望的时候，一阵铃声响起，我趴在猫眼上向外看去，发现我家单元门锁的铃声响了起来。可下一秒，客厅传来的声音让我冷汗直流。小姑娘，我是张叔，物业让我过来给你送东西，你开下门。张叔果然还是来了，而且这个黑熊还接通了电话，像是在模仿人说话一样。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，难道那只黑熊真的听懂了张叔说的话？而且接完电话后，黑熊居然向着楼下走去。我赶忙给张叔拨通了视频电话，我在房间内焦急地等待着。过了半晌，张叔的面庞才出现在手机屏幕中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家里怎么这么黑？张叔，我家进了头熊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现在那头熊下楼了，你赶紧跑，不然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我就听到楼下单元门开锁的声音。张叔接电话的时候还一脸轻松，可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他露出了惊悚的表情。又是一声惨叫，紧接着视频通话便中断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赶忙打开门，对着楼下大喊：“我就在楼上，你不是要吃我吗？来啊！”我虽然很紧张，但我想吸引黑熊上楼，这样他就没机会再伤害张叔了。黑熊的咆哮声在楼道里再次回响，我看着躲在我身旁瑟瑟发抖的贝贝。虽然这个举动吸引了黑熊，但终究是杯水车薪。我咬了咬牙，离开了房间，并告诉贝贝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说罢，我便向着楼上跑去。我现在只能吸引黑熊，争取能和黑熊错开下楼的位置。毕竟我们小区除了楼道，还有一个额外的消防通道。可腿部的伤让我很难上楼，好不容易一瘸一拐地上了几层，腿部的疼痛差点让我昏厥过去。可我一回头，却发现黑熊已经出现在身后。在和黑熊对视的一瞬间，他张着血盆大口扑向我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。几声微弱的响声响起，等我再睁眼才看到帽子叔叔使用麻醉针控制住了黑熊，而我也被顺利救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张叔看到黑熊后就躺在地上装死，而我的声音正好吸引了黑熊。被捕的黑熊很快也被人们认了出来，正是之前在荒山上居住的黑熊。当时人们在铲平荒山的时候，就能在工地听到黑熊吼叫的声音。也许黑熊觉得是我们人类占据了他的家园。现在黑熊已经被送往动物园，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至于501和401，在两人看到黑熊的第一时间就被拍晕了，所幸并无大碍。当帽子叔叔问起我是怎么发现黑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那篇帖子，可在翻看手机却发现它消失了。看样子是我改变了未来的结果。也许冥冥之中，那条帖子就是希望我能扭转未来，避免悲剧的发生。过了半个月，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，直到我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了那只黑熊。它完全没有了那天的凶残，眼神中也露出些许安心。只不过它在认出我后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回想起那天它的种种行为，难道它真的只是一头普通的黑熊吗？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对门房间的情况，帖子说的居然是真的，我们小区果然闯进了一只黑熊。我紧张地看着门外的一切，那只黑熊现在就在501的门后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楼下401的男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被猛地拉进门内，在一阵短促的惨叫后，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我心脏疯狂地跳动，捂住嘴巴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动静。毛骨悚然的响声从门外传来，我满头冷汗，颤抖着攥着拳头，手指关节被我捏得发白。最开始进入501的维修工，难道就是那只黑熊？这只黑熊远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，甚至更加狡猾。看样子帖子说的没错，黑熊会慢慢吃掉公寓里所有的人。可如果我们都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连忙回到那个帖子，一会儿没看又多了不少评论。嗨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，它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哈，不是吧？
麻吉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。知道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立即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可我不禁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难道没有人发现黑熊进入了小区？帖子里还在不停地回复着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那黑熊一开始就吃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，害怕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。正当我准备关阳台窗户时，我突然瞥见了对面大楼窗户的反光，刚好照出了501屋内的情况。透过反光，我看到了一个体型十分壮硕的黑影，正站在客厅里。这应该就是那只黑熊吧？只见他就像是人一样用2只脚站着，并且我看他的动作好像是在模仿人穿衣服。我感觉无比的恐惧，可他忽然像是有所察觉一样，眼神突然猛地朝对面斜斜地看了过来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上了窗帘，悄悄缩了回去。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帽子叔叔收到消息后，便让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可我们这栋楼还有那么多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事。随后，我急忙在业主群里编辑信息：麻吉小区闯入了黑熊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别开门。咱们小区以前是一片荒山，虽然有人看到过熊出没，但当时山上的野生动物早就送到动物园了。今天休息谁这么无聊在这里恶搞大家？群主快给他踢出去！我看是503的业主，这次来的是熊大还是熊二？有没有光头强？哈哈哈哈！看着他们玩笑似的回复，我焦急地继续打字。现在我对门的501和楼下401的业主很可能已经遇难了，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。遇难？你怎么张嘴就说瞎话？501呢？出来说句话！在群里片刻的沉寂后，没想到501真的回复了消息。是吧？啊怎 JKRH？ 怎么回事？一瞬间我汗毛倒立。难道是那只熊？你看人家回复了，还说人家遇难了。503太损了，谁说不是？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。我看这个503就是无聊消遣别人，你要是无聊可以来我家里玩玩。小妹妹，看着群里的信息，我感到一阵无奈，但不论怎样，不能再让黑熊继续造成伤亡了。黑熊对死掉的动物不感兴趣，关键时候装死可以防止黑熊造成危险。我陆陆续续的又在群里发了几条躲避黑熊的科普，希望这些可以帮到其他人。这时群里有人猜测我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，正在求救，大家议论纷纷。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叔主动提出来看我，我连忙阻止。就在我准备给他打电话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小的声音，我瞬间屏住了呼吸。那声音就像是故意踮着脚尖走路，慢慢的向着我家走来。是那只黑熊吗？我忐忑地向门外望去，可通过猫眼发现外面依旧是一片漆黑，不能确认门外的情况，我感到十分焦急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对了，也许帖子里会有黑熊的信息。我连忙打开帖子往下滑去，下面的评论中，我突然注意到了类似黑熊复仇的字样。复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们伤害了黑熊？所以……还没等我想清楚，门口的电子锁却不停地传来电子音。人脸解锁失败，人脸解锁失败。紧接着门外便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警惕地向着门口移动。可当我看清门外情况的时候，我只感觉脚下一软，一只黑熊的脸正凑在门前，血红的眼睛正四处查看着。人脸解锁失败，人脸解锁失败。电子锁不停地响着，突然巨大的咆哮响彻整个楼道，我甚至能从他嘶吼的声音中听到打不开门锁的愤怒。而我面前的铁门也被那只黑熊砸得有些变形，我赶忙躲进柜子里，颤抖地听着门外的情况。可不知道为什么门外的电子锁却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。人脸解锁成功，欢迎回家。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帖子中的照片，因为这正是我所在的小区。下一秒，门外就传来了摩擦指甲的声音。这是我放假期间刷到的帖子，本来没当回事，可帖子中还放着受害者名单，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声响，我吓了一跳，站立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可外头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也许是我听错了吧，一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，才会出现这种错觉。我又一次看向了帖子，这才发现这篇帖子居然是5天之后发布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么明显的恶作剧，还会有人相信吗？我接着往下翻去，可帖子的内容却越来越瘆人，也越来越真实。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黑熊进入了麻吉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听说还可以像人一样思考。突然，黑暗一瞬间笼罩了我，我吓得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我试了试开关，可灯没有丝毫的反应。难道是停电了？我皱起眉头，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安。跟帖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网友把受害者的照片发出来时，
我的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的人竟然就是我。原本以为是谁 P 的图，可照片中的那人左手虎口的位置有颗黑痣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如果照片不是假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真的来自于5天后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在今晚会有一只黑熊闯入麻吉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刚刚门口传来的异响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，正用锋利的爪子尝试开门。想到这儿，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就想着把这个事告诉小区的保安，可我发现手机根本截不了图，一旦我尝试截图就会死机。可是没有证据，我该怎么让别人相信我？我也不能找帽子叔叔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就算我跟他们解释，可没有证据的话，帽子叔叔也会觉得我疯了吧？正当我犹豫该怎么办时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房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规律。我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发出的尖叫声，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的话，那是不是更让他确定了我就在房间里？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敲门声响了一会就停止了，我吞了口水，实在没有勇气再去看猫眼。周围仿佛陷入了一片寂静。不对，太奇怪了，我突然发现刚刚忽略掉的细节，邻居们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我住在503、502，是一家3口，孩子刚刚1岁，经常哭闹。我明明刚才发出了那么大声的尖叫，却没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而且对门501的小伙子是个游戏主播，平时就吵吵嚷嚷的，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。突然有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似乎是停在了501的门口。有人敲了501的门，阵阵的敲门声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业主群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，我长吁了一口气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？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想了想，我掏出手机在业主群询问物业电力维修需要多久，可物业却说一般10分钟左右就会搞定，但我们的维修师傅还没到，请耐心等待一下。刚刚的维修人员是谁？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，缓缓地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依旧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连忙给501发了消息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回复了我：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，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1，你家水管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记得401的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，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，我听到了401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1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1的房门缓缓地打开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501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1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501并没有出来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401的男人一直站在门口，好像在犹豫着什么。因为501家里实在太黑了，黑的有点不正常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我明明记得501刚刚还说是给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一片漆黑？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紧张的心突突的跳。赶紧出来呀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气不过，伸手用力一推，可门却只推了一半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